俄罗斯知名学者的逻辑，只要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输了，就是世界末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俄罗斯国内的知名学者对这场军事危机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国际欧亚运动领袖亚历山大·杜金被称为普京的大脑，也是俄乌冲突正义性的重要理论创造者。杜金的女儿也因为他的言论而遭到暗杀身亡，所以杜金就这场战争的最新看法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首先，杜金认为俄罗斯已陷入一场真正的艰难的战争当中。虽然普京仍然称俄乌冲突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估计没有几个人认为这场危机不是一场战争，甚至是很难掌握主动权也很难结束的战争。第二，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幻想破灭，一头扎进多极化国际秩序的构建当中，但杜金拒绝承认俄罗斯将会融入中国经济圈。俄罗斯原本是一个西方国家，发起俄乌冲突的动机不是想脱离西方，而是希望能够在获得受到尊重的地位后融入西方。从欧洲和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制裁来看，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因为这场危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看向东方就是要融入中国经济圈。这对于杜金这样的政客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心目中的俄罗斯不该是一个虚弱的国家，而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一极。第三，在亚历山大·杜金看来，普京错估了乌克兰民意，低估了西方国家的仇俄宣传效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仇恨明显加剧，俄罗斯对乌克兰吸引力的下降，从本质上看是社会治理问题，没法与西方竞争的结果。从西方在乌克兰发动颜色革命开始，再到俄罗斯2014年进入克里米亚，西方多年的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再加上俄罗斯所做的选择，导致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急剧下降。这也是俄军在乌克兰打得如此艰难的根本原因。乌克兰的民族性正在因为这场战争而被重塑，这可能是普京当初没有想到的。第四，亚历山大·杜金强调指出，俄罗斯不能输，越过这道红线只会令俄罗斯再度面临核末日的考验。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失败了，全球都将面临核灾难。杜金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俄罗斯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也就是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国家，不可能在一场常规战争中接受失败。不过他似乎忘了前苏联和美国的实力都更强大，但这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在阿富汗战场上遭遇了失败。杜金是一位俄皇派，外界把他说成是普京的大脑，这很可能是对普京的一种污蔑。此人对中国谈不上友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还曾经提出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的思想，认为应当夺占中国的3北地区，以确保莫斯科、东京轴心的地缘完整性。进入新世纪后，这位政治学者眼看着中俄友好的发展，就把他提出的轴心战略变成了柏林、莫斯科、北京，后来又变成了莫斯科、北京、新德里、德黑兰，认为中俄应当联起手来对抗北约的进攻性地缘战略。所以杜金是一位非常不切实际的俄皇派。当他都对乌克兰危机的前景感到悲观时，说明俄罗斯内部正在因为这场战争开始反思。杜金认为普京错估了乌克兰局势，国家已经陷入了一场艰难战争，俄罗斯必须经受考验，而且不会轻易接受失败。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有可能像杜金建议的那样，用核末日作为底线，确保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胜利吗？答案是基本不可能。过去我们都说过，俄罗斯的核武器只能确保自己不被侵略，但不大可能用于打一场常规战争。西方支持下的乌克兰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通过消耗战让俄罗斯主动撤军，以变成其目的。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不接受谈判的对手，也就是一直以你打下去、耗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理由，而美西方就是要用慢慢放血的方式，不断地削弱俄罗斯，将其耗成一个二流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总能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办法，
但绝对不是动用核武器。核武器从来都不是万能的，也用不得。杜京的核末日观点很危险，会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孤立。因此，莫斯科政府应该对杜京这样的极端俄皇派所提出的使用核武器或用核武器相威胁的观点加以约束，以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